被蓝星抛弃的3岁宝宝，竟意外穿成兽氏星际的一颗蛋。为了不被野兽吞噬，他把帝国军公墓当成庇护所，本以为可以快乐的茁壮成长，不料他的凤凰血脉暴露后，竟引来无数帅气大佬争着宠爱。霸道雄狮、冷艳黑豹、病娇人鱼、绝世白虎，一片破败不堪的废弃公墓群。小奶娃费劲的拉着一块木板，吭哧吭哧的往居住地走。今天他一定要把屋顶给修好。吧唧一声，没拽好，连人带木板直接仰倒在地上，太难了。从一颗蛋里出来5年了，连个人都没见过，骨头架子倒是见了不少，而且还是残缺的。一说到这儿，他突然想起今天还没去墓地祭拜呢，还是先去祭拜，完了再修屋顶吧。来到临时墓地后，严福夏将兜里的一根草放在墓碑前，双手合十，小声叨叨：“我今天只找到这一根草，也不知道啥草，但是能吃。我尝了一口，目前还没嘎，明天我再来收这根草当午餐，你今天记得吃哦。”叨叨完，严福夏又起身去其他的墓碑前，每个墓碑前都摆着亮晶晶的残片，这是他从不远处的破碎航舰上掰下来的。今天的残片有点小，主要是我够不到更高的了，等这块掰完，我就去这个建筑物里面掰。说罢，他便开始擦墓碑。你们看，我擦的可亮了，保证你们在下面能当镜子照，照亮你们的俊美容颜。虽然他穿越前只是一个中学生，懂得不多，但他知道军人应该受人敬仰，无论生前死后，种花家有一个传统，尊敬军人，为其敛墓，因为他们相信，哪怕死后，这些带着信仰的军人之魂也会守护家园。虽然这里不是种花家，是不知名的地方，但同为军人，大差不差。擦完最后一块墓碑，严福夏擦了擦头上的汗，看着重新亮晶晶的墓碑，呲着小牙笑得开心。哎呀，我可真棒！穿越5年，从最开始的惧怕到现在的习以为常，如果不是这些骨架周围有军装，他早就被吓死了。看见军装的那一刻，严福夏就不害怕了，于是便有了这一片墓地。种花家有句古话，如果遇到坏人或者鬼，跑进军人墓地就安全了。果然是这样的。此时一道轰鸣声响起，他踮起脚尖朝远处望去，一个小黑点的东西，那是什么东东？看着由远及近的黑点，严福夏汗毛竖立，不会是大虫子又来了吧？想到这，他连忙钻进蛋壳里，然后将蛋壳盖子扣上，只剩下一个缺口，正好能看见外面。躲在蛋壳里，严福夏委屈极了，哪个穿越者能像自己这么惨了？英灵们，保保我吧，明天给你们找更多的残片，特大块的那种。星舰内，一名男子表情严肃，大皇子殿下即将抵达崇明战场，星舰马上降落。亚维的神色有些忧愁，顾元帅，你说这次会是真的吗？这里可是一片废墟的战场啊！20年前，严福一族的最后一位家族成员就是在这里葬身的。从那之后，拥有凤凰血脉的严福一族就灭绝了，而绑定凤凰血脉的帝国生命树也迅速走向衰败。直到5年前，这棵即将枯萎的生命树却重新焕发新生。这也意味着严福一族出现了一位等级极高的雌性幼崽。于是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他们找遍了帝国的所有角落，都未曾找到这位雌性幼崽。有时候，即便知道是假消息，他们也要去看，就怕真的错过了。此时，顾琛神色激动道：“指挥室发现前面有一处非常规律的航舰残片，虫族做不到，只能是人做的。这里可是崇明战场，当初那场战役极为惨烈，就算残片被崩得到处都是，也绝对不会这么规律。而且自从战役结束后，崇明战场就再也没有人进来过，帝国也逐渐将其当作最外侧防线。如今出现的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有人在这里整理了残片，而这也是他们的希望。”航舰侧飞了一点角度，随后看见了巨大残片后方有一颗巨大的蛋被挡得严严实实。亚维看着那熟悉的花纹，整个人都紧张地颤抖起来，竟然是好友小心翼翼保护的那颗蛋。于是他连忙命令道：“停下航舰，我们走过去，不要吓到它。蛋上有裂纹和缺口，明显里面的幼崽已经破壳，生命树恢复了生机，且一直维持到现在，证明幼崽还活着。也许这一次真的找到了。”航舰在这一片残片之外停了下来，落在地面上，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一队人从航舰出来，检查了周围的环境，并迅速在外围进行包围。亚维快步走下航舰，朝着残片之地走去。刚才距离太远了，所以才没仔细看，可距离近了，他们才发现这哪里是整齐的残片，这分明是一片整齐的墓碑。站在蛋的前方，亚维的精神力已经围在蛋的周围，清楚感受到一股弱小的气息，而这气息正是属于雌性的，但只有一处裂痕，还有一处小小的缺口，里面的小家伙应该是通过这个缺口看外面的。亚维按捺住激动的心情，行了个极为绅士的礼：“你好，我是帝国第一皇子，我叫亚维。”然而半天过去，蛋内却没有传来任何回应，甚至连一丝动静都没有。亚维依旧耐心地等在外面，周围的精神力都是温和的，而且还带着喜悦。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2个小时，双方就这么安静地待着，所有人都耐心地等在旁边，哪怕蛋里没有任何回应，但大皇子既然能这么开口，就证明里面一定有幼崽。而蛋内，严福夏满脸无语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外面的人咋还没走呢？再说了，都啥时代了，还皇子呢？他撇了撇嘴，觉得外面的人肯定是诓他的，就为了骗自己出去。难不成那些大虫子能变成人，专门来骗自己出去，然后一口吃掉自己吗？我朝，这也太恐怖了。于是他连忙闭着眼睛，双手合十，祈祷那些被自己下葬的英灵们，看在平时自己每天上供的份上，保护他。就这么继续僵持了2个小时，严福夏眼睛都直了，这人咋这么执着呢？要不我偷看一眼吧？就看一眼，万一这人走了呢？说罢便扒着裂缝小心翼翼地看了出去。当看到一双金色眼睛时，他直接被吓得摔倒了。由于蛋是椭圆形的，只听吧唧一声，蛋倒了。亚维也没想到会有这种发展，他还什么都没干呢，蛋就直接倒了，他甚至都没来得及扶住。于是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上半部分蛋壳就这么摔了下来，露出了里面的小幼崽。亚维被吓得冷汗直流，因为雌性都很脆弱，尤其是幼崽时期，就怕这一摔把小幼崽摔坏了。严福夏见到周围有这么多人，被吓得头发都炸起来了，连忙爬起来往蛋壳里钻。不对，我蛋壳盖子呢？亚维捡起一旁的盖子递给他，在找这个吗？严福夏抓住蛋壳盖子，谢谢你，然后麻溜地爬进蛋壳里，盖子一扣，六亲不认。过了半天，严福夏才觉得不太对劲，刚才那人好像说话了，虫子就算能变成人形，可也不会说人话，所以外面的是人类吗？
就是不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。于是他弱弱地问了一句：“你们是好人吗？”软哒哒的声音从蛋壳里传来，让听着的人都忍不住放低声音。这需要你自己来判断，但我们的确是来找你的，且不会伤害你。这个人说话很有水平啊。以前老师说了，坏人不会说自己是坏人，但一定会说自己是好人，所以他不是坏人。严福夏觉得自己不算傻，只要听老师的话就行。你来找我干啥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亚维笑得极其温柔，我们是来保护你的。我知道你姓严福。蛋壳盖子突然被顶起，小姑娘就这么突兀地出现在众人面前。你咋知道我姓严福？为了不吓到小幼崽，亚维自觉地后退2步，保持安全距离。如果没算错，你今年应该5岁。严福夏满脸惊讶，我朝，这你都知道？你是神仙吗？亚维看向一旁的军装，我还知道你的父亲，他叫严福清，第19小队的。这军装上有他的编号。这次严福夏没有搭话，只是小声地说了句谢谢，然后拎着自己的蛋壳，吭哧吭哧地朝不远处的残破星舰走去。亚维和顾琛就跟在他身后，并未出声说要帮他，只是想看看他究竟要做什么。严福夏来到巨大的残破星舰面前，使着吃奶的劲儿开始掰残片，没多久就掰下来一大块。他拿着残片来到墓碑前，用手里的石头开始刻字，虽然字写得歪歪扭扭，但却很认真。严福清，帝国军第19小队，死于……算了，都剩下骨头了，估计时间有点长，还是不给你写了，让你永葆青春。写完之后，严福夏抹了把脸，看着自己的杰作，表情很是满意。我真棒，既然碰到人了，那就顺道全问了。他回头望向亚维，你知道其他人的所属和编号吗？亚维有些怔愣，没想到小幼崽不但没有跟他们哭诉，反而先是顾及这些墓碑。这些人我们会带回帝国的，你们是你们，我是我呀，有什么区别吗？有呀，这几年都是他们保护我的。有鬼出没，嗷呜！看着小幼崽做出可爱的鬼脸，亚维想笑，但忍住了。这位是顾琛，职位元帅，他最了解这些。顾琛看着眼神亮晶晶的小姑娘，于是让萨迪斯陪着他一个一个的找。严福夏开心极了，赶紧带着萨迪斯去残破的航舰旁边，挖出了自己埋的宝藏。当看到小幼崽挖出的宝藏是一堆破败不堪的军服时，萨迪斯突然不知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。他忍下心中的酸胀，招呼了几个属下过来帮忙，哪能让小幼崽自己弄？等严福夏将所有人的信息对上后，又回到了最大的残片墓碑之前，看着墓碑上的字，他有些沉默。其实他并不是真正的严福夏，真正的严福夏早就死在蛋壳里了，他只是恰好穿越而已。不过既然用了人家的身体，用了人家的身份，那严福一族也需要他相护。别的他不懂，但感恩还是明白的。不过现在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，他板着脸抬头看着已经黑了的天空。一旁的萨迪斯见状瞬间紧张起来，难道有什么问题吗？小幼崽怎么一脸严肃？严福夏叹了口气，我的屋顶还没修，感觉今天晚上要下雨来着，现在修还来得及吗？说到这儿，他又突然想起被自己放下的木板，于是连跑带颠的跑走了。萨迪斯赶紧跟在后面，小心翼翼地护着，生怕小幼崽磕着碰着了。见木板还在原地放着，严福夏又开心地笑了，幸好我的木板还在，今天晚上应该不会淋雨了。萨迪斯有些摸不着头脑，淋什么雨啊？严福夏一脸认真道，我家屋顶漏了，前天下雨的时候家里全是水，所以我找了块木板，准备把屋顶修一修。萨迪斯觉得自己要昏过去了，小幼崽怎么可以生活在漏雨的房子里，甚至还要自己这么危险的修屋顶？严福小殿下，您现在就可以跟我们回战舰，然后回到帝都，我们会给您住最好的房子。严福夏摆了摆手，老师说了，无功不受禄，我穷啊，付不起房租的。萨迪斯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不用房租，免费的。严福夏认真思考半天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想用免费套路我，然后把我套麻袋里卖掉。萨迪斯直接被这话给干懵了，平时超高的智商，现在就像个摆设一样，他该怎么解释才好？严福夏警惕地盯着他，果然，坏人不会写在脑门上。他们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，于是他拖着自己的木板跑走了。虽然跑得很慢，但确实在移动中。坏人最怕的就是军人墓地了。萨迪斯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只能慢慢跟在他的身后，看着他努力跑路，拖着木板回到墓地后，严福夏累得直喘气。这小身板真是干啥啥不行。他捡起蛋壳盖子，然后把木板放到一旁，自己则钻进蛋壳里，扣上盖子缩起来。刚汇报完进度的亚维一回来就看见僵持的两人，他有些疑惑地走上前，怎么了？顾琛和萨迪斯走远了一点，跟亚维说明刚刚发生的事情。亚维听完沉默了。小幼崽是在废墟战场上出生的，对周围的一切认知都仅仅局限于这个废墟战场上的事物，自然不会明白雌性本身的重要性，也不会理解雌性的地位和待遇。可他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但该如何跟小幼崽解释呢？三个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，最终决定找个外援帮忙。看着伸到蛋壳缝隙里的东西，严福夏有些无语，这些人真的是够了。虽然他之前是个中学生，但并不代表他喜欢读书。你塞个课本是几个意思啊？还不等课本完全塞进来，严福夏就直接给推出去了。给我扔远点，我看不了一点。萨迪斯尴尬地笑了笑，严福小殿下，这是帝国历史，您可以了解一下。原来是历史啊，这个倒可以看看。于是他接过课本，窝在蛋壳里开始看，前后翻了好几遍。严福夏顶着死鱼眼抬头，终于搞清楚了这个世界的基本情况。这是个雌性稀少的星际世界，所有雌性的数量加起来只有3位数，算算人口比例，严福夏觉得自己就是大熊猫。你们是要圈养我吗？当然不是，您可以随意的自由活动，想做什么做什么。虽然话是这么说，但严福夏知道自己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一定的限制，而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想要获得什么就要付出什么，这点他还是明白的。那你们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？听到这个问题，几人突然愣住了。
他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让严福夏不那么排斥。此时，一个完全没有听过的声音响起：自由需要用你的雌性基因获得，简单的说，就是生育下一代。严福夏歪了歪头，然后问出了自己的问题：可以选择给谁生吗？你可以自由选择，但系统也会给你分配5个雄性，因为他们都是最适合你基因的。看过不少末世小说的严福夏表示，还可以接受在哪里就要接受哪里的规则，否则太容易嘎了。想通这一点，严福夏觉得自己可以出来了，于是直接从蛋壳里钻了出来。南燕看着眼前瘦弱的小姑娘，一看就是严重营养不良，要回帝都吗？严福夏指了指周围的墓碑，那他们也得一起回去。南燕点了点头，没问题。星舰内，严福夏震惊地看着舱内的一切，这就是星际时代的科技吗？好梦幻。收回惊奇的目光，他找个角落将蛋壳放下，然后准备爬进蛋壳里坐好。只是还没等爬进去，就被顾琛抱了出来。严福夏疑惑地看着他，这里不能待吗？那我换个角落吧。顾琛有些无奈，有专门给你准备的房间，你可以不用待在蛋壳里。严福夏眼前一亮，是不会漏水的那种房间吗？顾琛点了点头，然后带他来到一个房间内，这里就是给你准备的房间，先看看喜不喜欢，如果不喜欢，我们给你换。看着眼前的房间，严福夏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就是小说里写的百平大床吗？爱了爱了。顾琛见他不说话，于是开口询问：喜欢吗？不喜欢的话，我们再换一个。严福夏哐哐点头，喜欢喜欢，我对房间没啥要求，只要不漏水就行。顾琛激活一旁的机器人，这是暂时照顾你的家政机器人，让他帮你洗漱一下。我们抵达帝都还需要5个小时。严福夏对多久抵达帝都根本不感兴趣，拉着家政机器人就去洗澡了。顾琛默默地从房间里退了出来，这只小雌性表现得太过于满足了，跟其他雌性截然不同。等在门外的南燕叫了他一声：琛哥，帝王来电，该过去了。顾琛点头，收起所有的神情，跟南燕一起朝着指挥室走去。指挥室内，硕大的屏幕上，金发金眸的中年男子不怒而威，但见顾琛和南燕进入指挥室，童宁的神色又立马温和了起来。小幼崽喜欢那房间吗？顾琛无奈地笑着说道。相比较房间，他对洗澡间充满了浓厚的兴趣，不过这也跟他之前所处的环境有关。想到小幼崽出生的环境，童宁大概也猜到了他的性格和脾气。他有什么喜好吗？顾琛思考一瞬，他似乎不太喜欢课本，但应该喜欢一些比较有趣的读物。童宁点了点头，我现在就命人找一些有趣的读物。说罢便挂断通讯。与此同时，严福夏正抱着刷干净的蛋壳向家政机器人炫耀，家政机器人拍手夸奖：严福殿下真棒，刷得好干净。被夸开心了，严福夏哼着小曲，决定出去一下，再找人获得一些夸奖。他打开房间的门，左右看了看，却发现两边都有一双大长腿，一抬头就看见2个帝国军站在房间门口。严福夏微微一笑，将自己的蛋壳展示在2人面前，快看，我把蛋壳刷得干干净净。2人愣了一下，不过这蛋壳确实比之前干净了许多，之前在废墟战场的时候还脏兮兮的。夏尔和阿青缓过神来，连忙开口夸奖：刷得好干净啊，小幼崽也漂亮了许多呢。听到夸奖，严福夏开心极了，于是他顺着走廊溜达，逢人就炫耀一下自己的蛋壳。而在收到夸奖后，脸上更是肉眼可见的开心。夏尔2人跟在他的身后，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小幼崽也太容易满足了吧。被夸满足后，严福夏又抱着蛋壳噔噔噔地跑回自己的房间，只是还没到房间他就停下了，满脸怔愣地看向阿青身后，他竟然长尾巴了。严福夏被这一幕吓到了，扯着嗓子拼命尖叫：有怪兽啊！10分钟后，严福夏坐在航舰大厅的椅子上，听着随军医生给他普及基因知识。至于阿青，这会儿正在被萨迪斯教育，被普及了20分钟。严福夏终于接受了这个设定。医生，那我也会有尾巴吗？医生摇摇头，严福小殿下的血脉是凤凰，维持人形时只会出现翅膀，一般在后背，翅膀会飞的那种。完了完了，严福夏心酸了，他恐高啊。医生有些疑惑，怎么了？不喜欢翅膀吗？也可以不用表现出来的。不是啊，我恐高啊，等翅膀长出来，我是不是自己就起飞了？医生揉了揉他的头顶，不会的，翅膀只是你的标识，如果不想飞的话，是不会飞起来的。听到这话，严福夏才放下心来，只要不会自己起飞就行。被科普完，他又暗戳戳地瞄向阿青的脑袋，除了尾巴，阿青的脑袋上还有2只猫耳朵，毛茸茸的。医生见状连忙轻咳一声，阻止了严福夏的异想天开。雄性的兽性基因不能摸。严福夏叹了口气，好可惜，不过他也没问为什么，只要知道结果就行了。帝都雌性保护协会一名老人表情严肃道：我家小殿下自然是要住在家里的，怎么可以住在外面？蓝管家，严福一族的住处暂时不适合，小殿下需要先来保护协会住一段时间。严福一族的成员不会去任何人的住处居住，若是你们一意孤行，那严福一族也不会善罢甘休。蓝管家，您这话就严重了，我们只是为了小殿下好，所以才这样的。看来我们没有继续谈论的必要了，若是你们要继续出手干涉，那我也会拿出必要的措施。再见。老人愤愤地从办公室离开。雌性保护协会的人真是越来越过分了，看来需要跟陛下那边哭诉一下了。帝都军团港口，荆棘军团的战舰抵达港口，逐步放缓速度，最终停稳。航舰外，帝都的几大军团长和各大军团小队队长军已经在此等候，而这些人的最前方还有2拨人，一波以白发老人为首，一波以一位盛装少女为首。严福夏刚走到航舰出口，却又突然停住了脚步。顾琛，下面的气氛有些不太对啊。顾琛瞥了一眼下方的人群，最终决定告诉他每个人的身份。后方穿着军服的是各大军团团长以及各队队长，您左侧的女士是雌性保护协会的副会长埃尔达洛德森女士，您右侧的那位先生是严福一族的老管家，您叫他蓝管家就可以了。雌性保护协会，严福一族的老管家，这2个显然不对付吧？思索一瞬，严福夏决定还是先回航舰里，他需要一些建议。您的航舰撤回了一只小幼崽，没办法，顾琛也只能跟着一起撤回到航舰里，等见不到外面的人了。严福夏抬头看着顾琛和南燕，能给点意见吗？2人对视一眼，显然又没猜到这只小幼崽的想法。从把人接回来，他们就没有成功猜对过，因为这只小幼崽的关注点总是那么与众不同。雌性不需要听雄性的意见，只需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
想法做就可以。严福夏摆了摆手，努力表现出一副智者的模样。老师说过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两人望天无语，回严福家吧，一切一如20年前您的父亲还在的模样。严福夏点了点头，好嘞。然后又吭哧吭哧的来到航舰出口，他歪了歪头，看着面前的楼梯，台阶有点多，得小心点儿，避免直接滚下去。于是小短腿试探了好几下，才终于踩在下一个台阶上。过程危险，但又有些好笑。看着严福夏的动作，顾琛觉得如果放任他自己下去，怕是要受伤。小殿下，我帮你下去吧。严福夏疑惑地看着他，我有腿啊，你抱我干啥？不就是台阶多了点吗？问题不大，只要他慢点走，总能走到最后一个台阶。事实证明，话不能说太满。他刚下了2个台阶，眼里的天与地瞬间对调，直接变成蚊香圈。在他即将摔倒之际，蓝管家瞬间跃到他的正下方，身影快的只剩下一道残影，一把将严福夏抱了个满怀，然后就着刚才的力道纵身一跃，又回到原本站着的位置。顾琛拎着随军医生，迅速来到蓝管家的身边，让医生赶紧检查严福夏的状况。没有磕碰到，但因为翻转可能会晕一阵子，还是先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比较好。严福夏强制让自己缓过神来，去医院可以，但得去军团的，什么雌性保护协会，听起来就不太靠谱，还是军团更安全一些。医生面色有些为难，小殿下，综合医院会更好一些。一旁的鸭尾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，可以去帝皇宫医疗室，军团所属的医院都是给雄性做检查的地方，虽然医生水平都是一样的，但却没有雌性专用的仪器。然而帝皇宫就不同了，毕竟皇室成员是有雌性的，自然也做了最全的准备。可严福夏却一脸倔强，不去不去，除了军团我哪都不去。鸭尾拗不过他，萨迪斯，去通知帝皇宫，把雌性专用的特殊仪器送到第2军团医疗室。鸭尾其实可以让别人去，但小幼崽现在明显没有安全感，而萨迪斯身为军团成员，能给他带来足够的安全感。果然，听完这话，严福夏没有反驳，连情绪也温和了许多。蓝管家多少有些意外，但并未开口，只是默默将怀里的小姑娘再一次抱起来。严福夏觉得自己的脑子都快成浆糊了，突然身高的距离让他更晕了，真是不太美妙的第一次相遇。当严福夏被抱到第2军团时，他看着周围的场景，觉得这里跟种花家差不多，都是一样的亲切。见小幼崽的眼里完全没有厌恶，帝国军们内心流下眼泪，小幼崽真好，都不嫌弃他们。一名医生来到严福夏面前，小殿下您好，我是第2军团的医生山虫。严福夏礼貌地朝他微笑，山虫医生你好，我叫严福夏。医生摸了摸他的脑袋，小幼崽好漂亮，我们要开始检查喽。说罢便将仪器给他安排上。检查完毕后，身体没什么大碍，小殿下，检查都做完了，您可以先去找监护人喽。严福夏笑着挠了挠头，我没有监护人类，我监护我自己。山虫听后直接懵了，这些专业的数据小幼崽也听不懂啊，关键是还得有人照顾他才行。看着医生犯愁，严福夏懂了，他去找可以帮忙的人，至于谁可以帮忙，他直接出去拽2个进来。医生，你跟他俩说就行。被委以重任的顾琛和南燕一时不知该怎么形容现在的心情，被信任是好事，但他俩似乎不太适合，毕竟小幼崽是需要匹配监护人的，而这些身体数据最好还是跟匹配后的监护人说明才行。此时蓝管家走了过来，严福小殿下，您的身体状况只能一部分人知晓，且这些人必须跟您有一定的关系，比如您的父亲母亲，或者匹配者和专属医生，以及您的授权人。不过授权人最好选择已婚雄性。严福夏听明白了，这具身体的父母已经嘎了，匹配者他暂时没有，但专属医生这个倒是可以有。于是他立刻转身，满脸期待地看着山虫，可以麻烦你做我的专属医生吗？山虫满脸震惊，虽然他很想做小幼崽的专属医生，但他真的还不够资格。小殿下，您最好选择一位全科医生且熟悉雌性医疗的医生。严福夏认真思考一瞬，那也行。军团里有吗？在场的几个人面面相觑，军团这俩字是绕不过去了吧？看着几个人的表情，严福夏明白了，没有，那还是医生你来吧。山虫无助地看向顾琛，想知道自家元帅要怎么做决定。顾琛也很无奈，但现在小幼崽需要人来照顾，于是只好点头同意了。山虫温和地看着严福夏，那我就暂时充当您的专属医生，若是日后有您相信的医生，您再替换。有了专属医生，就暂时不需要操心严福夏的身体状况。但现在有一个问题，该如何安置严福夏？他只相信军团的人，说话做事根本不离开军团2字。虽然蓝管家想让严福夏直接回严福家，但以现在的状态而言，显然不是最优解。如果跟慈保会的人离开，那还不如在军团暂住，只是暂住不是问题，可时间长了就不行了。顾琛觉得还是让严福夏自己选择比较好。其实小幼崽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不妨听听他的想法。严福夏听完自己现在的处境后，陷入了沉思，感觉有点复杂，还不如待在之前的地盘呢。思索半天后，他还是决定跟着蓝管家回严福家族，然后到时再进行匹配。帝国居民登记处工作人员颤颤巍巍地拿出登记手环，亲爱的小殿下，请问您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严福夏，夏天的夏，严福家族的小凤凰呀。那我们先测试一下精神力吧。严福夏伸出自己的小爪子，放在工作人员递过来的水晶球上，仔细看着水晶球上的变化。此时耀眼的白色光芒闪烁在登记处内，被晃得眼前一片白。他连忙收回自己的爪子，颤颤巍巍地后退几步。蓝管家扶住严福夏，有些担忧地看着他，随后将自己的手护在他的眼前。周围倒吸气的声音频频传来，很快就响起了不可思议的低声讨论。帝国竟然出现了 S 级雌性，上一个 S 级雌性还是帝国建立后的第一位王后呢。从那之后，再也没出现过任何一位 S 级雌性，哪怕是 A 级都非常少见了。如今出现了这么一位，怕是整个帝国的高等级雄性都要抢破头了。严福夏的眼睛恢复正常后，刚抬头就看见一双绿色瞳孔，被吓得天灵盖瞬间消失。一想到萨迪斯就是蛇，面前的也是蛇，严福夏就淡定了。他转头看向蓝管家，蓝管家，我的精神力是多少？白色是不是最惨的？当然不是，白色是最纯粹的精神力，您的等级是所有雌性中最高的一个。严福夏开心极了，虽然不知道精神力有什么用，但至少他已经超过了很多人。领到公民手环之后，严福夏就跟着蓝管家一起回到了严
严福一族的族地。坐在悬浮车里，严福夏看着下面巨大的族地，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这族地是不是有点大？悬浮车很快就在中央广场停了下来，随后缓缓落到地面上。蓝管家率先下车，接着便站在车旁，等待着车里的小姑娘下车。严福夏抱着自己的蛋壳，努力地挪到车门旁边，伸出小短腿试探地寻找地面。由于蛋壳太大，直接遮挡了他全部的视线，所以小短腿试探了好几下，都没试探到地面。严福夏转头看着蓝管家，怎么没地面啊？是飘着的吗？蓝管家笑着眯了眯眼睛，已经在地面了。小殿下不妨再往前一点。蓝管家并未出手帮助严福夏，他看得出来，小殿下喜欢自己完成一些事情，如果需要帮助，他会主动开口，所以不如让小殿下自己来努力，还能让他很开心自己的小成就。严福夏往前挪了挪，再度伸出自己的小短腿，这次他终于碰到了地面。当他伸出另一只脚时，只听咣当一声，没站稳，直接摔了个狗啃地。严福夏赶紧扒拉自己的蛋壳，检查蛋壳最上方的盖子，完了，不会磕瘪了吧？小殿下，蛋壳是非常坚硬的保护壳，不会因为这种磕碰而损坏的，您不必担心。得到确切的答案，严福夏松了口气，只要蛋壳不碎不瘪，问题都不大。站稳后，他拍拍身上的尘土，等着蓝管家带自己走。然而蓝管家却单膝跪了下来，小殿下，严福一族的所有管家都在这，您先立威。严福夏一脸懵，立啥威啊？这不合适吧？蓝管家哈哈一笑，小殿下，您先按照我说的做，具体原因后续您会知道的。那行吧。严福夏放下手里的蛋壳，刚一抬头就感觉眼前花了一下，只见10个正装青年单膝跪下，家族管家见过小殿下，恭迎小殿下归来。严福夏有些尴尬，那个，要不咱们还是直接跳过这个环节吧。蓝管家轻咳一声，成功的让严福夏闭嘴，并切换模式。严福夏努力的让自己严肃起来，学着大佬的模样点点头，知道了，起来吧。10个人听话的起身，每个人都温和的看着严福夏，眼神晶亮也专注。蓝管家也同时起身，给严福夏简单的介绍了一下，我负责整个家族的一切事务，未来也会是您的引路人。蓝衣是您的专属管家，任何事情都可以让他做，不管何时何地，只要您需要。这10个人是族地的内部管家，专门负责族内的生活设施以及您生活相关的所有事务，还有一位负责涉外事务的，但很抱歉他此时不在，因为他正在最南端的凶猛战场。不过在接到消息后，他已经启动最快的空间传送往回赶，需要5个小时才能抵达，还望您见谅。严福夏人都傻了，他不是在工作吗？直接把他叫回来，那工作咋整啊？当严福夏进到别墅时，沙发还没做热乎呢，手环就滴滴滴的响了起来。他满脸疑惑的看着手环，这啥情况？蓝管家温和的笑了笑，小殿下的匹配系统已经开放，凡是符合基础要求的帝国雄性都可以进行申请。严福夏一脸绝望，可这也太多了吧，关键还在拼命的增加呀。半个小时后，在严福夏麻木之前，弹窗终于停下了。这是完事儿了吗？那我接下来要干啥？因为申请数量比较多，所以建议小殿下进行筛选。看着弹窗的数量，严福夏深呼一口气，来，你们每个人给我一条筛选的标准。此话一出，直接把蓝管家他们都给干懵了，仿佛听到了一句天方夜谭一样。他们从未见过哪个雌性会让雄性提建议和标准，尤其是在匹配这件事情上。最先反应过来的是蓝翼，只要抛开这些束缚，他认为小殿下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他只需要听从命令就可以。鉴于您的年纪比较小，雄性的工作类别有军人、医生、教师等等，如果有您喜欢的行业类别，您也可以继续增加。好主意。严福夏点开筛选页面，然后把蓝翼刚说的几个职业全部选上，当然页面上还有其他的职业选项。他看了看，最终又选择了学生和服装设计师。蓝翼摸着下巴淡淡一笑，看来小殿下想要漂亮的小裙子。蓝翼的提议结束了，严福夏又看向其他人，快给个可以筛选的项目。蓝管家见蓝翼的提议，自家小殿下接受良好，于是看着其他人点点头，示意他们可以提出建议。小殿下，您可以对这个家务清洁等级做筛选。家务清洁是什么？打扫卫生吗？这都有等级啊。严福夏按照建议进行了筛选，哗啦一下，瞬间少了一大批。按照大家的提示做完筛选之后，虽然少了一大半，但剩下可匹配的人数依旧极多。蓝翼看了一眼自己的通讯，将好友的提议说了出来。小殿下，最后一位家族管家给您的建议是匹配度超过80%。严福夏赶紧进行了筛选，这次又少了一半。然后呢？随便选吗？您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，也不需要提前见面。被选上是这些雄性的幸运，如果接触后您不喜欢，直接退回就可以了，无需照顾他们的想法。这跟渣有啥区别？但这的确是雌性的权利，尊重规则，善用权利。听老师说的一定没错。严福夏对匹配度还是挺有兴趣的，直接按照匹配度从高往下依次排序。匹配度最高的是南燕，帝国元帅，39岁，统领帝国第1军团，苍鹰基因，匹配度99.9%。这么高的匹配度还真的是牛掰了。但因为认识，他还是想询问一下南燕的想法，尊重一下对方的选择。接着往下看，匹配度第2的人他还认识，正是坐在旁边的蓝翼，服装设计师，严福一族家族管家，42岁，山羊基因，匹配度99%。严福夏瞬间眼前一亮，看来漂亮小裙子有希望了。还不等蓝翼说话，他就继续看页面上的内容，从头看到尾全部看完了。蓝管家说，目前匹配者的身份为临时监护人，只有等他成年才会成为待定夫婿人选，但不论是哪个身份，最少5个人。先选定了5个人，看着他们的身份信息，严福夏决定先给他们发一封讯息。不论这个世界的规则是如何的，他认为这种东西应该是双向选择，所以要秉承最基础的礼貌。蓝翼看着手环上弹出的信息，转头看向严福夏，别看我，也别急着回答我，给你们1天的时间考虑，希望你能认真的思考，就当我是一个陌生人。看着严福夏眼里的认真，蓝翼停下了想要直接回复的手，随后点点头。搞完匹配，严福夏已经困得不行了，毕竟从战舰上回来，他还一点没睡呢，正准备爬进蛋壳，就突然被蓝翼抱了起来，给您准备了房间，去房间休息。严福夏嗯了一声，还不等进到房间，就已经睡着了。蓝翼将他抱到3楼房间，轻轻放在大床上，然后默默退了
了出去。蓝管家站在门口，笑眯眯地看着自家孙子。小殿下给你发的讯息，仔细思考后再做决定。蓝姨认真地点了点头，我知道了。与此同时，南燕看着严福夏传来的讯息，感觉有些不可思议，因为正常流程都是先收到匹配通知，然后才是雌性的讯息情况，而这次却刚好相反。南燕元帅您好，我是严福夏，根据主系统的匹配结果，我从匹配列表中选择了您。选择您的理由有2个，第一，您是军人；第二，您是我认识且相对信任的人。若您答应与我匹配，那么请您回复讯息给我，我会点击发送匹配信息给您。当然，如果您不答应，那么这次匹配结果将不会公布，不会影响您之后与其他雌性进行匹配。南燕沉默了，因为雌性从来不会尊重雄性的选择，而这个小雌性却永远和别人不太一样。顾琛在军团营地里看着手环弹出的讯息，温和的双眸瞬间闪过光芒。信息上的内容和南燕的一样，顾琛虽然有些意外，但这的确很符合小雌性的性格。在崇明战场的时候，他就觉得这只小雌性很特别，因为他的行为与其他雌性完全不同，而且他说到的事情就肯定能做到。一只很好说话的小雌性，还是很让人心情舒适的。蓝毅坐在床边，看着手环里的讯息，沉默了半天。虽然蓝家人一直都在严福家当管家，不过严福家大部分都是雄性，雌性也不会出太多。到他这一辈，就从未见过严福家有雌性，但他也见过不少严福家的雄性，在匹配的雌性那里过得不好。其实原本蓝毅很讨厌雌性的。帝都某单身公寓，一身军服的男人将领口扯开，绿色的树瞳盯着强制弹出的讯息，烦躁的点开后，却又立马愣住了，脑海里浮现出那只小雌性的脸。尊敬的莲雾副官您好，我是严福夏，根据系统的匹配结果，我从筛选页面选择了您。选择您的理由有2个，第一个，您虽然是元帅副官，但您是医生，我的管家说我需要一位专属医生。第二个，您是萨克斯副官的家人，我觉得也是可以信任之人。如果您愿意，请在24小时后回复这个讯息，我把匹配结果发给您。仔细看了好几遍，确定是雌性发来的讯息，但这么奇怪的讯息，他还是第一次见到。点开附件，映入眼帘的便是之前见过的那只小雌性，抱着蛋壳的那只。从政这些年，莲雾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雌性，一个会尊重雄性选择的雌性，他是一点都不相信。就算现在这只雌性能如此，但长大之后呢？谁能保证这只雌性会一直这么好脾气？可以想到那只小雌性的眼神，想回复拒绝的手又停了下来，烦躁地抓了一把头发，然后直接关闭了通讯页面。反正还有24小时呢，再说吧。帝国军校野外训练场，正在进行野外训练的黑羽刚刚藏好，准备进行小队伏击，结果下一秒就暴露了，一个强制讯息页面弹了出来。就算是他的元帅父亲，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给他搞这个呀。能强制弹出讯息页面只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帝国特殊讯息，一种是雌性讯息。黑羽头疼地抓了抓头发，他的母亲不会搞这种强制讯息，尤其是自己训练的时候，难道是陌生雌性吗？点开讯息页面的瞬间，他直接愣住了。黑羽同学您好，我是严福夏，根据系统的匹配结果，我从筛选页面中选择了您。选择您的理由有2个，第一个，虽然您比我大，但咱俩同为幼崽，也许会有共同话题。第二个，您是军校的学生，也许我能跟着你蹭一蹭课，多学一项技能，就多一个能使自身强大的途径。如果您愿意，请在24小时后回复这个讯息，我把匹配结果发给您。黑羽点开附件，照片上是一只可爱的小雌性，照片的时候正好呲着小虎牙，笑得灿烂。此时一旁的好哥们直接傻眼了，我操，他竟然是 S 级，开玩笑的吧？现存的雌性根本没有 S 级啊！黑羽的声音略带颤抖，这只小雌性姓严福，严福一族的基因原型是神兽凤凰，帝国的生命树就是他们一族产出的，那棵生命树守护了无数帝国军，也守护了帝国万余年。如果问全帝国最受尊敬的家族是哪一个，那绝对不是帝王家族，而是严福一族。看着讯息，黑羽也不知该如何是好，不过还有24小时呢，先考虑考虑吧。第二天一早，整个帝国都沸腾了，因为系统发布了一条震惊所有人的新闻：严福一族出了一位小殿下，一位年仅5岁，精神力就已经达到 S 级的小殿下，但匹配申请却在昨日关闭。目前小殿下已经选择结束，稍后公布最后结果。与此同时，刚睡醒的严福夏打开了手环，里面已经有了5封回信。这么快？说好的24小时呢？他点开这5封回信，4个回复了同意，1个回复了拒绝。他有些崩溃，怎么只有4个呀？看来还得再选一个。果然，自己不是穿越女主，做不到人见人爱，那就当个普通的路人甲吧。此刻虽然有些头疼，但他并没有为那封拒绝的回信而伤心，因为到了可以喝瓶瓶奶的时间。于是一溜烟的便跑了出去。可他刚出门却被蓝衣给拦住了。小殿下，楼梯很陡，要好好看路。想起之前被摔了个狗啃地，严福夏表示这次一定听劝。见小殿下神色轻松的走了下来，蓝管家连忙迎了上去。小殿下早上好，今天是个大晴天呢。严福夏眨着眼睛，满脸期待。蓝管家早上好呀，今天有瓶瓶奶对不对？瓶瓶奶是临时的，从今天起，小殿下可以享用最上等的盆盆奶。严福夏突然有些哽咽，这回真成熊猫了，喝奶都得用盆了。小殿下不用担心，虽然是盆盆奶，但并不是用盆装的，是用漂亮的雕花碗装的，只是名字叫盆盆而已。原来这样子啊，那没事了。重新恢复正常的严福夏表示，还不到熊猫的地步。吃饱喝足后，在蓝管家的带领下，严福夏来到了书房。书房不是很大，但布置得很舒适，完全没有因为要办公的冷硬感。只是此刻桌面上全部都是文件，待审批的那种。看着这么多的文件，严福夏有些疑惑，难不成这些都要他来解决吗？关键他不会啊。小殿下，这些是这20年来积攒的文件，除去少爷曾经定下的死命令外，其余的是需要历任家主进行审批的。严福夏皱起眉头，觉得要好好思考一下未来的路了。你们先出去，我想思考一下。蓝管家拽着欲言又止的蓝毅离开书房。好的，您如果有需要，请随时叫我们。这些事情是需要小殿下自己思考的，他们只能从旁辅助，哪怕自己的孙子是匹配者。严福夏靠在椅子上，看着窗外的阳光明媚，眼中突然有些迷茫。穿越前他才15岁，是一名初中生，让一个学生去解决
决家族问题，这跟赶鸭子上架没什么区别。至于怎么穿越的，他已经不记得了，只知道一睁眼就到蛋壳里了。这5年的生活可以说糟糕到了极点，他每天想的只有一件事：如何才能活下去。虽然被迫成长了一些，但那也仅仅是对危险的判断，并不是如何治理家族。回过神来，再看着眼前的文件，严福夏的眼神莫名坚定起来，绝不能让严福家族倒下，这也是他脑子里最紧绷的一根弦。所以他需要知道谁可以被信任。于是他做出了一个相对大胆的决定，打开系统的通讯页面，从4封同意的讯息里挑选一个人，然后发出2条讯息。与此同时，刚刚抵达办公室的南燕在接到强制讯息的时候愣了一下。元帅您好，我是严福夏，我想询问一个问题，蓝管家和蓝毅是否完全可信？南燕皱了一下眉，随后回复了这封讯息。他能感受到小雌性对自己的信任以及他的不安。一个根本不了解任何状况的小雌性，突然要掌管一个神兽后裔家族，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而且严福家族已经20年无主，想必积攒的问题已经很多，仅凭小雌性一个人，根本无法短时间内处理好。正在行驶的悬浮车上，莲雾突然收到强制弹出的讯息：莲雾副官您好，我是严福夏，我想询问一个问题，蓝管家和蓝毅是否完全可信？莲雾看完信息有点懵，自己不是拒绝这只小雌性了吗？他为什么还来寻求帮助？他完全搞不懂这只小雌性的想法，但这个讯息的确需要回复。想到之前自己的拒绝，小雌性并没有骂回来，他沉默了。严福夏有些意外地看着2份回复讯息，打开南燕的回复，上面只有2个字：可信。可打开莲雾的回复时，上面却是一份略长的说明：尊敬的严福小殿下，蓝氏家族为严福家族服务已有1000年，是严福家族第4位族长亲自挑选的。蓝管家服务过2任家主，也就是您的父亲和您的爷爷，评价非常好，且在您父亲去世后的这20年，抵抗外界的超强压力，力保家族所有事务。蓝毅是蓝管家的孙子，毕业于帝国第1军校，是当年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，2人的实力毋庸置疑。目前而言，2人可信，但是否长期可信，您需要自己做出判断。如真的需要帮助，您可以与您父亲的一位好友相商，但不建议您与帝王家族的第1皇子殿下相商。看完莲雾的回信，严福夏轻松了不少，果然自己赌对了。莲雾其实挺好的，虽然拒绝了自己，但明显心眼不坏，大概率只是不想跟自己匹配吧。看着桌面上的文件，严福夏决定先给另外4个人发匹配结果。4个人的手环同时响起，您已成功与严福小殿下匹配，请于24小时内尽快登记，逾期将失去本次匹配结果，并受到帝国惩罚。南燕刚准备办公，匹配结果却强制弹出，匹配度99.9%，这就是最完美的匹配结果。南燕愣住了，之前有一位雌性也匹配过他，但被他拒绝了，因此受到了帝国的惩罚。拒绝雌性匹配的惩罚力度非常强，当初如果不是帝王力保，他是没有可能成为元帅的。可现在看着那高的令人震惊的结果，南燕只觉得既惊喜又开心。虽然匹配结果出来了，但为了保证所有匹配者能正常登记，在全员登记结束前是不会公布匹配结果的。南燕是第一个抵达登记处的，在工作人员看到他的匹配度时，都献上了羡慕嫉妒恨的表情。第2个来登记的是顾琛，他是从自己家过来的，距离有点远，所以没跟南燕撞上。工作人员不会透露其他匹配者的情况，这也是为了保护小殿下，因此顾琛并不知道南燕也同为匹配者。顾琛登记完，跟南燕一样，接受了所有人的羡慕嫉妒恨后，才离开登记处。此时还在训练的黑羽，也终于等来了自己的匹配结果，匹配度95%。他本想着以后匹配7主的时候，能到常规的60-70就不错了，没想到竟然这么高。由于这里离登记处比较远，黑羽选择了线上登记。然而在他登记完后，匹配结果被公开了。匹配者1：南燕，第1帝国军团元帅，39岁，苍鹰，匹配度99.9%。匹配者2：蓝毅，服装设计师，42岁，山羊，匹配度99%。匹配者3：顾琛，第2帝国军团元帅，55岁，青龙，匹配度96%。匹配者4：黑羽，帝国第1军校3年级生，20岁，玄武，匹配度95%。空缺匹配者1名，请符合匹配机制的雄性尽快申请匹配。天哪，小慈崽崽只选了4个人，看来我们还有机会。说罢，一群学生跃跃欲试。不同于其他不清楚的人，顾琛和南燕一眼就看清这其中的情况了。小雌性绝对选择了5个人，但有一个拒绝了他。2天后，严福夏顶着大大的黑眼圈，看着坐在沙发对面的3个人。很显然，他将那些积攒20年的文件审批完了。黑羽看他黑眼圈太过严重，有些不太确定地问道：“小殿下，你没事吧？”“我没事，不要叫我小殿下，我现在不想听见这个称呼，只要这3个字一出现，绝必是要干活。”他不想听见，也不想干活，怕黑羽多想，他又解释了一句：“叫我啥都行，就是别叫小殿下，我只是不想干活，想闲着。既然都来了，我就先说明一下，我不用怎么照顾你们，该工作就工作，该上学就上学。如果我有特别紧急的事情，会直接给你们打视频通讯，不紧急的事情发文字讯息，看见了回我就可以。我目前的专属医生是第2军团的山虫医生，有问题我会找他的。如果有人欺负你们，你们可以来找我，我打他。我要是打不过，咱就摇人群殴。”看着信誓旦旦的小雌性，几人内心都很无奈，怎么可能让雌性帮雄性打架？还有群殴这个词是谁教给他的？说完了，严福夏直接瘫在沙发上，他要休息，他要喝瓶瓶奶。蓝毅熟门熟路的将一瓶温热的瓶瓶奶塞到他的手里，刚才还要死不活的小幼崽立刻满血复活，抱着瓶瓶奶蹲蹲蹲。